Hello，大家好，我是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很快的，今天来到了 Podcast 的第9集。在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 Fellow 先生的官网和社群。Fellow 先生的官网是 Fellows 创新幸福工作学内容社群，也就是 fellowsglobal.com。另外粉专是 Fellows 品牌创业者的商业解析站。那么来到这边就可以听听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每周的 Podcast， 然后每周的梗图图文。然后最近因为发现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的预购活动已经经过了好几个礼拜，但是文章的预购的人数都维持在零。曾经好像有一个人预购过，但后来没有达标，也退还了付费，所以基本上菲尔先生觉得可能这个模式可能不太行得通，所以现在准备要开始在每周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发一篇补给包吧。那不一定是会跟预购文章的字数会那么高，但是也慢慢的可以提升大家的持续性创新生产力。然后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也开始公布了菲尔先生的在社群的联络方式，还有自己的手机。那么如果有需要有碰到一些切身的问题，需要咨询顾问咨询的话，也可以用社群还有手机的方式联络到菲尔先生。那原则上会开放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6点会开放大家的咨询，然后可以开放预约或咨询都可以。那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的在经营这间公司的最后一位员工，已经在10月7号的时候带薪休假，然后10月25号的时候10月25号的时候正式的离职了。就是2021年的10月7号带薪休假，2021年的10月25号已经正式离职。然后完全是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一个人在经营所有的社群，没有秘书，没有研发人员，没有行销人员，也没有业务。所以如果想要得到最优质的咨询的话，就一定要找到菲尔先生本人哦。那么现在开始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上一周讲到我上一周讲到了要怎么样才用手破离的方式可以让就是找到用途了以后可以达到找到定位了以后可以达到唯一的境界。但是唯一的境界达到了以后就一劳永逸了吗？其实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到达了唯一的境界了以后应该要如何的维持下去。那有些人觉得就是达到唯一的话，那就是要建立护城河让竞争的门槛增高，然后顾客退出的门槛增高。所以这样可以用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方式，就是在技术上可能有一些专利，然后高技术的门槛。那譬如说台积电就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他们的研发还有专利的发明专利的频率都很高，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门槛，然后让同业很难跟他竞争。然后再来就是品牌的方式，用品牌来
当成护城河。那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看可口可乐，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但是它所塑造的大家对品牌的观感就是一个同业很难跟它匹敌的一个品牌的门槛。那但是这样子要创造这样子的门槛的话，可能需要花费很大的资源去做这样的事。那如果没有护城河的企业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竞争优势维持让他们的在定位里面的唯一的时候，可以已经成为定位里面的唯一之后，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呢？那我们可以先从价值的定义来探讨。那价值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用途，也就是在各种情境底下，顾客想要获得的进步，当它被满足了以后，对于顾客所造成的感受，就是所谓的价值了。那其实这样子其实是非常主观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程度不同，常常有的时候自己做的要死要活，然后可能已经达到能力上的100%了，但是顾客的感受度只有80%，他们可能觉得，你还没有达到他满意的要求。那这样子的话，然后再来就是有的时候产品还有服务都会随着顾客不再感到新鲜的时候，不再有新鲜感的时候，就会因此而降低他的感受度。所以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维持唯一的话，那就要持续的超出顾客的期待。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超出顾客的期待，让每次在使用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时候，能够达到120%的感受呢？甚至有种惊叹的感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必须要以顾客为中心，必须要常常的观察顾客，然后尝试去了解顾客。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要除了多多观察以外，也可以针对顾客使用产品还有服务的流程，画出顾客价值旅程。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每个环节都可以拿来检讨一遍，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去找出顾客最在乎的地方，然后在那个环节里面精益求精，让他可以让顾客的感受可以超出期待。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点来看好了。那就是譬如说如果是上司交代员工去处理事情的话，那么其实员工就应该把上司当成顾客一样。那么譬如说这个上司虽然交代事情给员工，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担忧，怕员工没有办法能够独立完成。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员工想要超出上司的期待的话，那可以就是不是只是把事情做好做得完美就可以了。就其实在整个过程也可以，因为怕上司担忧的话，也可以在过程能够定期的向他报告，然后甚至然后如果也可以听取他的意见，然后做一些方向上的修改，然后甚至如果有一个既定的工作流程的话，也可以尝试的去发掘这个流程，譬如 SOP 或什么的，是不是有一些已经
不符合这次的工作期待的需要，或可以也可以提出建议，让上司可以了解看看是不是某些工作流程可以修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如果能够做到超出上司的期待的话，那这样子很可想而知的，也可以得到上司更大的信赖。然后这个是员工对上司，我们也可以看B to B 的话是什么样子。其实就是一些譬如说business to business，就是有可能不是一个产品的终端顾客，有可能是商业上往来的顾客。那这样子的话举个例子，要怎么样可以超出商业上往来顾客的期待呢？比如说苹果在贾伯斯时代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出 iPad， 然后对音乐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然后也非常的热销。但是这个时候孙正义因为他在经营电信事业的时候，他看出了一些iPad 未来可以有的前景，譬如说他觉得iPad 其实可以跟手机结合，然后让手机不是只有通话的功能，也可以有一些娱乐的音乐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效果。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化。然后孙正义也就是软银的创办人，然后他也跑去向贾伯斯去建议了这样子的方向。虽然那时候贾伯斯已经已经开始筹备在制作 iPhone 了，但他对孙正义讲的这些话也得到孙正义讲的这些建议也非常的怎么讲也是毕竟他们也曾经合作过，然后其实他对这样子的建议真的也是觉得很开心，然后所以当他就马上向孙正义打包票，他一定在 iPhone 发明出来的时候，就会让软银可以得到独家的贩卖权。那这样子就让那个软银可以在早期的时候站稳了一个很大的脚步，然后变得 iPhone 只有软银独家。也在那个时候，其实孙正义也在同一时期让软银从好像排名大概第3名吧，然后成长成为电信业的第1名，所以基本上也因为他对超出贾伯斯的期待，给予了一些对 Apple 的终端客户可以更好的一些建议。那其实我也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不管是供应链或者是B to B 的一些产业，都可以以顾客公司的终端客户来设想，然后做出一些产业策略上的改变。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彼此都能够更加的进步。那然后也会得到顾客公司的更大的信赖感。然后 B to C， 那我们现在来看 Business to Customer， 那就是对终端顾客的话，事业对终端客户的话，可以有怎么样子的超出他期待做法。那其实如果你开了一家商店，然后其实如果有顾客来找东西的时候，发现没有找到，那
其实大家一般的做法就是可能跟他说，我们店里面没有这个东西。那其实当然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只是做到让顾客知道他的答案而已。可如果这时候能够给予一些超出期待的东西，譬如说，你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知道哪边有，你可以去那边找。那有的时候顾客他不见得是只是想要来逛商店，他有的时候是想要找一件商品，而且有点十万火急。那其实这个时候他并不在意去哪边找到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这个商店的老板或者是店员很大气的跟他讲，其实有其他地方也有卖这个东西，让他可以不用再花太大的心力再去找这件商品的时候，其实他也是超出了这个顾客的期待。那么可想而知，就是当这个顾客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他对这间商店的好感也会增加。那其实常常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会多去这间商店捧场。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譬如说总是会有很多公司，譬如说以前连锁店的时候都会譬如说我看到一些连锁店有一些守则要遵从，那大部分人大概就是把这些守则做到尽善尽美，但其实有的时候能够在守则以外能够做到一些守则上没有规定，因为不可能每件事情守则都会有规定，但是如果能够做超出这些东西，然后让面对的顾客能够得到更好的感受，然后超出他的期待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会等于会给自己更大的优势。那其实讲了那么多，其实总归一句就是持续的创新。那其实超出顾客期待的做法也是创新的一种。那如果当然有的时候只是微创新，当然就是可能稍微做一点小改变，就会让顾客有更好的感受。但如果譬如说在顾客消费旅程、顾客旅程里面，然后有一些环节是目前现行的方法行不通的时候，那可能就必须要用创新的方式去想办法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让顾客可以在现有的程度里面应该说在现有没有办法改变的过程当下，发掘出新的方式，让顾客重新得到这种超出期待的感觉。那么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觉得这样就是在没有护城河的这样子竞争门槛的企业，能够持续不断的维持自己在定位领域里面唯一的方法。所以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边。然后那么菲尔先生也是继续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一些切身的问题，然后在商业模式创新，然后在商业模式还有品牌创业、热情定位还有体验行销这样子的范围内，如果觉得有一些瓶颈还有困难想要没办法克服的话，那么或者只是想要让观念可以更透彻，然后可以更进一步的话，其实都可以
用社群的方式联络到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那么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克服逆境，然后更上一层楼。那另外也会在能力范围内，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判断，在咨询者提问的时候，也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判断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解答这些问题。那如果真的是能力范围内可以达到的话，才会需要咨询者付费。所以就欢迎大家多多向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提问咨询。那菲尔先生也公布了自己的手机，然后开放所有的沟通方式都开放3点到下午3点到6点开放提问。然后当然如果比较急迫的话，就可以用手机。那如果觉得只是可以等的话，那就可以用message 用留言的方式来来向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提问或预约。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来提升大家的持续性创新生产力，来过充实幸福的生活。所以今天的 Podcast 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